Herms。 Oh yes！我想啊，我们先在这边走一走，因为毕竟啊，都没有想到黎明会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OK，Morning Walk，Let's go， 来。Hello，怎样啊？昨晚睡得好吗？睡得很舒服啊。那我最喜欢的是哦，我一打开门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免费的芬多精，哇，真的是非常爽。对。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想法哦？就在这个森林里头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homestay 的。当初是因为我在吉隆坡15年了，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原来很多东西是免费的，就这种空气是免费的，但是我们以前没有去珍惜，回到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所以我们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带回来。出发去关丹了。哇，我们是不是到了关丹啊？是我们转这个弯呢，就是到了关丹了。哇哦！所以 Jasper 已经约我们在这个关丹的老街见面了。我希望呢，他不要迟到。 Brian， 他们 Brian，Hello，Hello， 是不是很想我嘞？认真讲 ，Gentlemen，welcome to 彭亨州的首府关丹。这一条街呢，就是我们的关丹大街。是，以前呢叫做咸鱼街。咸鱼街呢，顾名思义，就是这整条街呢，就卖了很多咸鱼，还有海味的。30年前，有一场无情的大火，烧了很多的店，所以呢，现在卖咸鱼还有海味的店呢，真的是寥寥无几。But it's okay， 为什么呢？因为对面就是有一间传了4代人的店。每次那种导游都是这样的啦。这里没有了，可不可以还有是这样一间的？我还没有讲 ，Let's go。你看，店，来，介绍你老板来。 Hello， 你好，老板你好。那个导游他刚才就说，这个30年前啊，有一个无情的大火，它就燃烧了整个地方，然后就影响了这里的很多的生意。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晚的那个情景？听我安哥这样讲，好像是11间店烧到完啊，所以我安哥也是其中一间店之一。这就是被烧了的情景了。不过既然你们还在，而且是传到第4代，也就是说你们是幸存者。对，也是少数的啦。因为我的安哥还想继续在做嘛，他们就在找地方，再搬下来咯，继续营业咯。这也是他的 passion， 他的坚持了。哇，好大的海味店啊！丽姐好，你好，欢迎你，丽姐，你好。你好。来，丽姐，哇，你这间店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了？这里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了。刚才我看到很多游客哦，说这里通常都是游客会来到这里买吗？对，大多数都是游客比较多，然后也是有做那个批发的啊。关丹这里呢，最出名的就是梅香红鱼。我们看到很多咸鱼嘛，那我很好奇的，因为像我这种不是很会煮饭的，对我来讲咸鱼就只有一种，它就是咸的。对，它有分很多品种，好像这一种，它就是梅香红鱼。你说的这个红鱼啊，是不是红旗鱼？啊，对，就是红旗鱼。然后这一种呢，就是梅香马鲛鱼。然后这个呢，就是通常人家是叫它丹捞鱼，它是那个马友鱼。是。现在呢，我们就来试吃。好。最淡的口味的是哪一个？马友鱼这一种不是梅香的哦。这个味道像我们吃炒饭，然后他们会放一小块的咸鱼，对，就是这个味道。对。然后第2个我们就吃这个，这个是梅香鱼。红鱼哈。坦白讲，它是比较咸的，它的咸真的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它的味道增加了，里头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啊。对，它鱼的那个梅香的那个香味。然后第3个就是这个马鲛鱼。这个我也很认识。马鲛鱼你煎了之后呢，其实它里头的肉呢还是比较绵的，比较软的。很特别。它的后劲有一点 smoky 的烟熏味的感觉。这个而且它的肉质也不会太干。对，它有一点汁在里头。哇，那这一条呢？它是每年的3月到6月才会有这一种鱼。
这个叫山芽鱼。这个也是梅香咸鱼来的。梅香咸鱼呢，就是把一条新鲜的鱼处理过后就拿来腌制，它是需要到4到5天然后每天就是得需要在它的腌缸里面再加重量，然后沥它的那个水出来，洗干净了，然后就可以拿来晒了。它不会很咸，这一种它就它就有点不会很咸。淡淡的咸在里头。对，然后这一种呢，它的腌制呢，它大概是2到3天，这种就不能腌制久，因为它这种是属于比较小只的。咸之余还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对。谁要学习如何腌制咸鱼？哇 ，OK 了，那我就做海参了。好。OK，Let's go。OK， 来，我们现在要制作咸鱼。这里有红鱼，还有跟马鲛鱼。这样，丽姐，多大或多小的鱼才能够适合做咸鱼呢？通常它们都是在于1公斤以上的，做出来咸鱼会比较美。Mr. Lim， 我今天是要学习如何的处理海参。没问题。那海参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对对，我们这个是属于其中一种种类，就是我们这边关丹的兔参。这个海参呢，已经是经过处理的了，它原本它里面有沙跟内脏、贝壳之类的。好的，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OK， 这个是我们水滚了过后，我们就倒下去，就用这个搅拌到让它熟为止。里头就是水，然后有这些黄梨，对，就可以了。用来干嘛 ？OK， 这个因为海参皮它稍微会比较硬，是我们会蒸泡黄梨水，因为黄梨的这个酸性。对，我们蒸大概是1个小时过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削它的皮。如果你是没有蒸黄梨皮很难去掉这个皮。所以传统的方式就是用黄梨皮。对，最健康的就是用黄梨皮。OK。所以现在它已经软化了哈。对，开始。我们的下一个步骤就是跟它刷哈。对。OK。所以这是海参皮，好，下个步骤就是把它放进去，多长的时间 ？OK， 我们煮盐水大概是要1个小时，给它脱水嘛，因为海参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用再讲完了啊，所以我们1个小时后再见。对。洗干净它。OK。好了，来把它晾干先。我们首先先把底层放一层盐了之后，把这个鱼放上去。你们用的是什么盐？这个是用那个粗盐。粗盐。盖完了之后呢，上面我们就需要用一个重压的东西来压着它。那4天过后呢？要做4天过后就是把这些粗盐，放旁边，然后把那个鱼拿出来，洗干净了之后就可以晒了。通常我们是晒1个2天。不管鱼的大小，2天就可以了。对。明白。然后这样咸鱼就完成了。对。这个已经是煮了盐水过后，这个成品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晒了。OK， 好了，我们就晒干。热的天我们都是1个星期，晒7天啊？对。那晒干的海参通常可以耐多久 ？OK， 如果晒干的你保存得好，5年10年没问题。如果是你们在泡发过后呢，你放结冰呢，OK， 3至4个月可以耐了。所以一定要拿去结冰啦。对。OK。咸鱼大餐这一道就是丹烙咸鱼炒芽菜。咸鱼的那个味道已经渗透了那个酱汁里，所以隐隐约约呢都有那个咸鱼的那个咸，还有那个香气。这个就是马鲛鱼。哇，怎么？来讲。因为通常咸鱼对我来讲真的只是一个配角，那这道菜咸鱼是主角。好，这一份就是咸鱼蒸猪肉。这个你就是用了你的红鱼。红鱼，我觉得这个它算咸但不腻。对。这个呢，我一看就知道了，宫保海参。宫保海参，我觉得这个海参呢，它的软硬适中，刚刚好。对，Yeah。我喜欢海参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吸收那个酱料的香味，然后送进嘴里的时候它就爆开，而且它真的是非常有嚼劲。为什么关丹的咸鱼呢会那么受欢迎？因为我们的渔船出海捕鱼，不是专门做咸鱼罢了，最主要是新鲜。所以我们做咸鱼也是最新鲜的鱼才可以做咸鱼。哇！
哎，外面看起来很复古，哎，里面阿大仔，走。嗨，老板，从你里外的装潢哦，我就看得出你里面的餐点一定是有 surprise 的。真会讲话。真的吗？有些地方啊是修旧如旧，不过我觉得你们注入了那个很多现代的元素，不过保留了很多它传统的一些 decor。一进来我看到这个些马赛克，对，就是那个转 original 的那个地砖的。我觉得这个马赛克保留的还蛮不错的哈。之前是那种卖 gas 卖日常用品的批发商，就是一站式的。对，这条街是咸鱼街嘛，然后这栋楼的话，它已经是 abandoned for 大概30年，所以我们就想租下它，把它恢复以前的光辉。哇！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话，我们有以前保留下来的那个 furniture 家私，然后有个 surprise，是以前的保险库。哇！好，这个是梅香咸鱼aglio olio。这个是有那个梅香咸鱼的，对不对？吃进去的时候呢，跟我们平时吃的阿溜欧溜真的是很不一样。对，它是中西合并的一个味道。你不会想到里头会有这个咖喱叶的味道，是把它弄得更香。我发现到它的咸鱼不会特别咸，对，香多过咸。那这道菜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因为这个是咸鱼街嘛，然后我们要 pay tribute to 这条街，所以我们就会把以前的童年回忆，每天来这边买咸鱼的经历表现在这道菜上。下一道是我们彭亨州关丹这边著名的sambal hitam。这个sambal hitam呢，其实是最配海鲜的。所以我们把它进这个海鲜 pasta 里面，所以海鲜也是道地的。再给你来份惊喜，这个是我们的Pantai Batu Hitam，就是黑石沙滩 ，Malaysia 的 charm，coffee 加 tea， 可是那个 tea 是 infused with 黑芝麻的。我觉得整体的味道非常的融洽，咖啡香气不会逼人，它非常的顺。那这个饮料是？这个是 Cherating， 像这个呢？这个饮料叫特乐全部大。不好意思，我喝很多，因为真的好喝，2个字，清爽。你们都非常的细腻了，我觉得在这些很多小小的细节，再加上呢，我相信呢，今天我们3位都非常的满足。总的来说啦，那这栋楼呢，我觉得曾经一度象征着关丹的繁荣。不过今天你们的每一道菜，我觉得呢，可以让整个关丹呢引以为荣。如果说这条街曾经没落过，你们这边就让它咸鱼翻身。说得好。Brian, how are you? Hi, good Nice morning. to meet you. Good morning. Good Welcome morning. to Basrah. So let me show you my village. This Basrah is what we call the fisherman village. But nowadays, if you can see, because of modernization and everything, not so many people involved in this business anymore. 所以30多年前呢，这个小镇呢，曾经一度呢是整个关丹呢最繁忙的一个小镇哦。村民呢全部呢都是渔夫，他们最主要的呢就是去外面呢捕鱼，然后回来呢就是把它制成了这个咸鱼。不过至今呢可以感觉到整条街呢是空荡荡的，有一点人去楼空的那个感觉。I heard that they used to be water buffalo. Yes, last time in Basrah they have a lot of water buffaloes. 当年呢，这个渔村当那些渔夫就是捕获那些鱼回来的时候呢，在海岸上呢就会有那些水牛，就是把那些船只给拉进来，他们就是当场在那边卸货，然后直接呢就是开始那个腌制咸鱼的那个过程，然后晒干呢什么的都是在那个海边，所以跟现在的整个情景呢是截然的不同。Brian, yes. Have you had your breakfast? I thought you would never ask. Yeah. Let's go and try one of the traditional noodles. They call it mi chalung. Brian, now we arrive at what we call Pak Mat Mi Chalung Basrah. Mi Chalung,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erima kasih. This is very popular here. The soup is clear, and then they have what we call the tofu, and of course the fish ball. Yep. And according to Pak Mat, the fish ball, he made it fresh here. It was made by Mi Lidi, the Chinese one, but today it's a yellow mi. Maybe he's out of stock. Right. 它整体的卖相，我一看的时候呢，它看似我们熟悉的酿豆腐汤。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些都是用新鲜捕获的那个鱼，又甜，有一些咸。
然后有鲜的那个味道。 And the last time, when the fishermen came back from the sea, and this is the first dish that they will try. So this is almost like a comfort food for them. Yes. 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那个鱼丸哦，就不像我们习惯的那个鱼丸的口感，因为它没有什么弹性。你一咬下去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不过那个鱼的鲜味非常的重，非常的浓郁。 Brian,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food just now? That is wonderful. All right. By the way, Brian, as I told you earlier, my school team, we have what we call a tashogoto team. This is a musical instrument from Japan, and it's kind of piano plus string. It's a surprise for you. This. I'm just thinking, Okay. would you do me the honor of getting your guys to put up a performance for us? Okay,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Yes. Bye. All right, see you. 来，我带你去一个很有历史的店啦！噔噔噔！哦，这间店呢，以前呢，它是一个长途巴士的售票处，然后呢，又变成了一个中药行。老板呢，再把它买下来，进行一番改造后呢，变成了复古风味的咖啡店。 这个呢，我在网上有看过，它叫做恒亨甜点三兄弟，这个一定要试一下。哇，讲到食物你比我厉害，试试就知道。现在呢，我跟你介绍这个恒亨甜点三兄弟。为什么他们是三兄弟呢？因为他们里头用的那个食材呢，都是一样的，是糯米粉还有浓缩的椰浆。可是他们做出来的卖相、味道跟口感呢，都是不一样的。真的哦啊，这个呢，它叫做 Dodo Kukus， 它是蒸椰糖糕哦。然后它上面你看到它撒的这些东西呢，都是 Dahiminya， 是一种制作椰子油所留下来的残渣，难怪它就会增加它的那个香气。很像我们华人的年糕，可是因为上面撒了这个，它带一点点咸。 Yes。下一个呢，这个就叫做龟盆纳，里头呢还有加了这个斑斓叶。哦，难怪那股香气，它不只是椰香的味道，它是斑斓的味道。这一个呢，它吃起来的时候，其实它会融在你的嘴里的，它不是粘牙的那种，它是融在你嘴里的，然后那个斑斓味道就散发出来，真的哇。 OK， 这个第三道呢叫做巴达库棒，可是它这个比较特别，因为它里头呢不只是有糯米，它有加上了黑糯米在里头，所以它就会产生的这个颜色。这一个白色的这个桂哦，它的口感其实是跟这一道是一样的，对，只是它是带一点咸的，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它重点是在里头的，那个椰丝还有那个椰糖出来的时候，配搭这个咸咸的桂，特别甜咸，真的是很好吃。 其实当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它的柜子里头呢，有些物品呢都是我小时候有看过的啊，有些回忆在里头。那这个呢，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呢，是60、70年代的这个演唱机。所以弟弟，你有没有发现到，老板呢，他不仅仅只是在卖食物跟甜点，他是在卖回忆。哎，播歌了，我们播歌来听。哦，你看。Come on, everybody! A very good morning to all of you! Come on, everybody! 一日之计在于晨，跳啊跳，跳啊跳。 Hope all of you have a great day today! 那现在我带你呢去到另外一个 cafe， 它就在对面而已。那这栋建筑呢，它建于1940年。那它之前呢，跟第一家店一样，是个中药店。这里很多中药店啊。是哦。哦 ，Hello，Thank you。哇，其实看上去、闻起来很像我们所认知的rendang，rendang，可是它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它就会比较深。哎呦，它肠包是甜的，应该是它放了很多很多的洋葱，因为洋葱会带甜。再来它的肉，看一下你吃你的牛肉，来，这样。我觉得它里头呢是有加这个黑酱油，所以它的颜色就会偏黑，再加上呢它就有点甜在里头。我试一下我的牙，哦，哇！我一剥开的时候，我马上就已经知道了，很嫩，
哦，我觉得它灵魂在它的酱汁，哎，它的酱汁很特别，它酱汁很特别，它不只有酱油，它还有黑甜酱油哦，所以呢，就像你讲的，它带咸带甜，很少吃到这样子的椰浆饭的鸡肉。吃了那么多美食，我真的发现到说，关丹人他们的饮食业不是为了迎合旅客的口味，而是确确实实的煮出属于关丹的家乡味。他们呢就想要让当地的人吃到熟悉的味道，而且呢还要让旅客来这里品尝到在地的滋味，确确实实把关丹的美食发扬光大。耶！快点吃。你们两个哈肚子好像胀了很多，吃了很多东西是吧？好吃，还有空间呢。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拜访的这个呢是百年粤菜酒楼啊。每个人都说来到这个地方了哈，一定要吃你们的百年老菜肴。这4样应该吃你们的正店吃饱，对不对？对，就先吃这个名贵的皇帝鸭。好鲜甜。我的食材那么入味，是因为我们把熬好的鲍鱼汁再来煨那个食材，煨了食材再拿去炖2个半小时的炖，在里面也是在入味。那我之前呢有吃过八宝鸭，可是八宝鸭的肉呢它来的比较绵，而你这个皇帝鸭呢它的肉它就比较扎实。这个是百年叉烧，这样子，这百年叉烧跟普通的叉烧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是用白糖，不是用麦芽糖，而且我们这个是要用手的温度去捞2个小时，而不是好像外面的拿麦芽糖淋上去，我们没有淋汁的，对，我们不一样。它那个外层的皮真的是焦的恰恰好，吃下去的时候真的你不会觉得很难咬。最主要的就是呢，我觉得火候的拿捏非常的好，选择的那个肉呢肥瘦均匀，觉得恰到好处。那个肥肉啊，烤到它没有变成软，保留了一定的 Q。我觉得好的美食呢，就要好好的表扬，好好的赞赏。下一道菜，辣子虾婆，哇！这个虾婆是我们关丹的特产。对，光看这一碟，我看它的酱汁的时候，我以为它会很辣。我吃进嘴里的时候，它完全不强调虾婆肉汁的鲜甜，所以我觉得我有 surprise 到。这一道是羊腩包，这一道菜是我爷爷教给我的，这道也是我爷爷的名菜，对，他的招牌菜。这你煮了？对，我煮的。我坦白讲，我是一个不喜欢吃羊肉的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羊肉我可以接受。小老板今年几岁？今年19岁。19岁啊，有没有听到？我也想把这个生意不仅仅是在马来西亚给大马的人知道，我也想给全世界知道，马来西亚有这间超过100年的酒楼。那当然，我觉得你是有一个宏愿啦啊。不过呢，100年多历史传下来，对你来说呢，要接手它肯定有一定的压力。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不过我跟你说，如果单凭这道菜 ，you are there， 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还有一个军师在你身旁，对不对？对 ，thanks。哦，很饱很饱，终于饱了。我们忘记一样东西，什么？明天美食交流会。很简单的吗？这里什么最著名？咸鱼。咸鱼。像新加坡什么东西呢？会用咸鱼的？哦，沙包饭。Done， let's go。耶，这里呢是我们在彭亨州的最后一个小镇。切拉丁，切拉丁。耶！那你仔细的看哦，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小木屋啦，还有充满热带风情的扎染工坊。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台大，很美耶，真的是5颜6色，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You are Umi. So what exactly is tie-dye? Tie-dye is the technique how to folding the shirt or the cloth, something like this. You put a rubber band and then do the color. 所以 tie-dye 不是那个成品，是那个过程啊。这个呢就是洗好的衣服。So what's the next step? We do the design from down here, and then using the rubber band. 哦，也需要 rubber band 啊。
So if you tie more rubber bands, does it affect the design? Not affect the design. Actually, the design that you crumple different. Oh, the crumple is the design. The rubber band is just to hold it together. Yeah, correct. Oh. So what's the next The step? next is coloring. 来，我们现在要上色了。耶！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根本都不知道最后的成品是长得什么样子。最后，当你把它揭开谜底的时候，原来是长得这个样子。我认真觉得很解压，因为我不用多想，我只要凭感觉去把那个染料撒在布料上。Okay. What's next? Dry. Put inside the plastic. Why? And then keep it 12 hours. 所以我们要等12个小时，让那个颜色沉淀下来。Thank you. Thank you.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哦。那个太阳呢，慢慢的已经要下山了 ，so nice。OK, 1, 2, 3。哎！我踢那边，踢为什么？哎，不要跑，越跑越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在那边的夜晚呢，其实是很平静的。那不如这样啦，我带你们去做一件很浪漫的事。什么？我们去看萤火虫。我爱死你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萤火虫。Relax。嗨，你好。我是庆啊。I'm Brian。你好。Hi，I'm Hafiz。I know you're Hafiz. You're the whisperer. So please wear the life jacket. Yes, give me. 今天晚上我们会看到萤火虫吗？今天下完雨肯定看得到。为什么？下雨后空气比较清新。萤火虫啊，通常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大部分生长在红树林、沼泽地。这个地方呢，如果说没有这个光污染，没有这个空气污染，还有水干净的地方呢，都是很好的生长的地方。这样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发光呢，但最主要有3个呢。第一个沟通，第二呢就是求偶，第3个都是警示，就是警告他的这个敌人。They come to you, you can't get the seed, huh? 我的天哪！他们来了！快点说！在我手上！一切的一切太神奇了，只有一个字一直荡漾在我脑子里头，那就是 magical。好像我们刚才看到啊，就是他们一整群的这个萤火虫啊，发光的时候呢，频率是不一致的，这是很正常的嘛。对，在吉拉丁这个萤火虫呢，它是属于不同步发光的这个品种，在马来西亚是属于比较少数的。Look on the right side, 1 o'clock from here, 2 o'clock. Yes. Oh, there's a cluster of them. Yeah. 其实我小时候呢，有在甘崩里面看过萤火虫的，可是今天看到的萤火虫真的是 another level 的。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我觉得今天晚上啊，不单单只是看这个萤火虫啊，我们也享受到了那个城里的月光。你真的说的没有错嘞，何门，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罗曼蒂克。对，看这个月亮的光哦，虽然它是很亮的，但是呢，它都没有盖过这些萤火虫发出的灯光。你知道，虽然萤火虫停留在我们身上几秒而已，我相信它应该会在我们心中一辈子，一辈子。Hello， 那我今天来这里呢，是要定做一个小型的这个木卷帘。可以 ，OK， 做的，我帮你吧。一开始我们通常都是割好了小木了，我们就开我们的绳子了，这是nylon的绳子，就是制作渔网的。渔网的，对。啊，因为它比较耐呀。对。它不是普通的绳子。好的，我们切完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绳子绑上去，左边2条，右边2条，对，然后中间两条，还有中间2条，所以你不需要用钉子或者是其他东西把它固定在里头，不用先，就这样就可以，这样子放这些，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铁绑上去，我们是这样子穿上去，好，就转，然后转到差不多我们就放这些，我们要放2个比较均匀。
所以这几根铁条呢，就是让这个绳子有重量。对所以当我在左右编制的时候呢，它不会跑位。对，它会比较固定，因为你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就是借开一把力。OK。好了，我们就开始打那个木帘了，就是把那个木条绑下去，我们就打。那我们放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砂纸，因为它有日美观。哦，把它磨平了。啊，不要看到那个湿湿了，所以看起来比较漂亮。嗯，对。其实摸的时候也是比较顺。对，它没有那个湿滑，因为旁边有湿湿的话比较危险，因为它会动到你的手。OK， 啊，这样子可以了，来试下。现在太长是吧？我们就剪掉它，然后我们就放下去，后面的去前面。前面的去后面 ，OK。那你们的顾客群有哪些啊？我们都是马来客比较多，因为这里还是有那些以前的马来屋子啊。哦，对，因为马来的屋子他们之前都是用木的嘛，所以如果用这种木卷帘，看起来很配搭它的风格。配搭。那现在在关丹哦，这种手工制作木卷帘的人多吗？2个人吧，我跟我叔叔，没有人要做啊。那为什么你想要坚持做下去呢？做自己喜欢的，卖出去有客户欣赏你做的木帘。这个我明白，因为当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呢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赞赏呢，你自己本身会感到非常的开心。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要坚持下去，坚持啊，你可以的，来。好了，我们就是收尾了。收尾也是用一个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有那个重量，所以它就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下面。OK。现在要绑整个木，如果你没有出力是吧？这个绳子它会直接开到完，会解开，对，会解完，对，它解到完。哇，你看我这样做一个就弄到我整个手在发抖了，所以我觉得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手工，真的。OK， 所以我们要涂颜色之前，我们要看有没有洞哦。所以你所谓的洞呢，就是这些木片上的瑕疵。对，通常是把手去。哦，所以你补这些洞呢，是为什么？看到美一点，没有这样多洞。它是平的啦。对。OK。好，我们准备上颜色。我们要涂上去的时候是涂薄薄的一层吗？也不是很薄啊，因为它木的话，它会刺颜色。第一轮的时候。所以其实要涂2、3次，是不是？等它干掉，大概是3次。OK。所以一个木卷帘哦，它可以用多久？5年以上。5年以上啊，对。好了，我们干了，我就拉一个绳子放这个 roller， 我们叫做roller 啊。所以之后你拉的时候，它就卷上来。对，转上，因为它是一个单的，一个双的，看到没？哦，所以你们使用的是这个滑轮系统。也是可以这样子pulley system， 对。OK。如果要快的话，我们就觉得方便安装啊。然后我们就第一边单轮先放进去，然后我们就绑这个位置先，绳子放进去，然后就卷在木里面，然后我就拉上来，绑紧。我们绑不是普通绑嘛，不是，我们是绑死结了。对，它是超紧，因为下次好像你拉上来的时候，它是固定了。哦。它不会跑了，另外一边就是这是不一样。为什么一边用一个，然后另外一边用2个？这个是拉的地方，它一个是2个，一个单一个双，又用同样的方式去绑它。老板 ，OK 吗？有没有让你的木卷帘更加的漂亮？更加漂亮。OK， 我希望我那2位兄弟会喜欢了。谢谢你。天气凉凉的，在关丹河前面煮烧包饭，极有 feel。今天的这个烧包饭呢，它有一大特点呢，就是呢自制的这个烧肉。哇！所以呢，昨天晚上呢我已经腌制好，然后让它脱水啦，希望今天烤出来的那个皮就会很脆，咔嚓咔嚓，希望如此。辛苦你了。我们就调到大约100分钟，它熟了的话呢，就拿出来，要把上面的那些盐巴呢，完全给它去除掉。OK。OK 了哈。Yes。好，在你砍鸡的那个当然呢，我就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呢，内艘渔船捕获回来的红鱼， Yes， 腌成这个梅香咸鱼。你要切它？对。
它的厚度也非常的重要。太薄的话呢，有可能煎的时候它碎了，它就散掉，放在上面不好看。对，太厚的话呢，就有点太多了，太咸，所以就要刚刚好。我没有想过我会为咸鱼着迷，对不对？很神奇哈，真的呀。其实当你一接触到了之后呢，你会深深的爱上它。哇，很香耶！是，为什么你要用梅香红鱼？虽然新加坡大多的那个沙包饭呢，都是用这个马鲛鱼的，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在关丹嘛，然后每个人都跟我们讲哦，它的那个梅香红鱼呢是最出名、最具有代表性的，所以我们就用它的那个梅香红鱼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腌制的就这个鸡肉了。Yes。啊，首先呢就是放点蚝油、胡椒粉、麻油，2汤匙的花雕，也接着下来酱油、姜丝。现在2只手进去按摩。那这个烧肉呢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会把它切成烧肉的形状。上桌之前把它给放下去，不过不要一起焖煮，因为我不要它的皮软掉，这样还够脆。够脆。Oh, so nice。好，现在呢我们要煮饭了。OK， 大约我这样子看啊，它煮了出来的话，大约是这样子啦，应该是啦哈。好，现在我们要来加水。大约是这样子哈。盖上了呢，我们就可以放在火炭上面来煮了。Let's go。OK， 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哇，很像包药材这样的。是。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等了。因为我跟你讲啊，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火候拿捏的不好，它外焦内不熟，那就谢谢再联络。弟弟就好了，去做什么木卷帘咯。我们就在这里一帘幽梦咯。OK， 现在呢，我们就要加那些食材了。我们新加坡式的这个沙包跟马来西亚这边有些许的不一样哈。比如说那些调味料啦，他们之前就已经跟饭放下一起煮了。我们是后来最后才热腾腾的才加下去。对哦，我们的饭是白的，现在是。你看刚才不是有一点煎咸鱼的油，对不对？所以现在那个油渗透那个饭我们现在要把它放在那个火炭上面来煮了。大约5分到8分钟之后，我们就要制造锅巴。Hello, brothers！ 哇，你去到这样久啊！我做了这个木卷帘，不错嘞，好看。还有我们的衣服好喽！哇！打开给我们看。可以。很好看嘞，很美。看你的，看你的先，哒哒！哇，也很美啦。不错。哇，这个也是很好看嘞，哒哒！哇！比我想象中还好看一点啦。对啦，很花啦。对喽。是，我们2个在这边已经被这个太阳蹂躏了很久了。接着下来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来改。有没有看到现在的这个倾斜度？每1分钟呢，你就得换一下，都要有收摇热。OK。好，其他的我们坐在那边跟你讲了。好，来，我们去那边聊。来，他们快点，你还要那个 set 那个 table， 有没有椅子？有，全部搬过来。OK。要开始喽，他们要到了。应该啦，差不多了啦。哎呦 ，Elliot，OK。哎呦，这什么水来？这个是特调。哦，丽姐，来，你们好，丽姐。哇，你带了什么？鲍鱼啊！好料来给你们吃。来，这个海参鲍鱼。那你们就先请坐吧。那你就我招待他们。我上去整理一些东西哈。你的烧肉你要摆盘，你要把它拿出来吗？还是就这样就可以了？我等一下放在那个我等一下放在那边的。要把这些拿下去。Hello。哦 ，Hello。哇，老板好。哇 ，OK， 你带了什么？我倒了很多 collagen 给你们喝。collagen。桂花鱼鳞胶原冻。哇 ，collagen 呢？喝2杯。我们木卷帘的老板，你看，哇，有蟹饼，还有江鱼酥。O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OK， 今天跟你们说因为我们在这里被你们的梅香红鱼、咸鱼吸引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可以做我们新加坡式的这个沙包饭。哇！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还有在这里现烤的烧肉。
哇！跟它这样子放上去。哇，漂亮的摆盘。再来一些葱段、香菜，最后呢再撒上猪油渣，幸福的猪油渣。再来好玩的哦 ，Go！ 这个呢是那个猪葱油。OK。现在哈，我们那边的吃法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呢先会把这些拿出来，来 ，OK， 我们就放在一旁，来啊，哇，你们闻到那个？闻到了，闻到了，对不对？放那个黑酱油 ，nice， 哇哦，哇，颜色像样了。我们新加坡式的吃法呢就是这样子，当那个沙包呢热腾腾的上桌的时候，就把那个油啊跟那个黑酱油加进去，然后就当场这样翻搅。OK， 所以呢，大家要吃的时候呢，很简单的拿一点饭，然后从这边呢拿一些料。OK， 来开动，怎样？好吃吗？好吃。这个饭呢，它吃的每一口都有那个层次感。其实啊，昨天呢，麦瑶去你那边吃了之后哦，我今天煮有点 stress 嘞，因为沙包饭啊也是粤菜来的嘛，对不对？对。啊，就请你点评吧。这个砂锅饭，老实讲，真的很香。第二，加咸鱼加烧肉，我们还没有尝试过，有点新鲜感。第三，这个饭有点软，是这个是比较差一点的评。对，我觉得肯定，因为哈汁水放太多，不是我们贪心，因为哈我们现在种有多少肉就放多少肉的，然后很多肉下去，有很多肉汁就下去哦。我们想说为什么突然间好像变成好像煮粥这样啊？所以刚才我们在咬那个饭的时候，看到中间呢还 OK 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欣慰了啊。是。OK， 接着下来丽姐的好不好？这个我很期待。丽姐，你煮了多少个小时？要用那个海参焖大概1个半小时，然后差不多煮好的时候，我们才加鲍鱼进去。所以你吃到那个海参的那个口感，它就那些调味料都已经进去了里面了。对，它已经渗透在里面了，渗透在里面了，而且吃起来又不绵哦。这就是前几天你们做的那个海参啊。我他自己做的。做的那个海参，对，当然是拿那个给你们试嘛。啊，那你们多吃啊！你自己煮你的自己吃。啊，好吃吗？好吃。老板，你刚刚不是带来一个叫什么鱼鳞胶原冻啊？对，这个是我们自家研发的。哇，大家尝尝。哎呦，哇，它有一个淡淡的那个香气，那边这个是桂花，就是那个桂花的那个香气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抽空来，因为我一直在觉得说，关丹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除了美食之外，还有它的风景。我发现到的是关丹人，这关丹人呢，其实当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跟一些挑战，他们是从容不迫的，然后把问题解决了 ，move on。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我非常欣赏跟值得学习的。那我觉得你们啊，真的就像一锅刚刚好的沙包饭，那里头不同的料呢，就像你们一样，各自各有自己的味道、自己的风格。可是呢，你们放在一起焖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呢，你们还是能够一起散发出一种温馨的氛围。一场凝聚大家。是 ，Yes。哦，你是那位老师。哦呀，你的校长说的那支团队就是他们。哇，我跟你是，你看他们的衣着，不同的种族，所以他们就穿着有汉服啦，然后有印度服装啦，还有他们的马来传统服装。然后要介绍的就是有没有看到那个非常不一样的乐器，那就叫做大正琴。其实呢是日本的一种传统乐器。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啊？Rasa Sayang。我最喜欢这首歌。来到关丹呢，就一定要来到这个关丹塔打卡，是因为它高达188公尺，那它是东海岸最高的建筑，你就能看到关丹河，还有整个关丹的地景。
你不是快点 Come on, Jaspers, you can do it. 你抓住他的手啦。不要抓我手。 OK， 那你 come。啊，我不可以啊，没有的好抓住。Come on。咱们小心啊。哇！哎 ，Jasper， 你看 ，OK， 哇，好棒。快点走啊 ！OK， 来看这里，Look here，Look here， yeah， this is the way， very good。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到了，你看终点在那里。Very good。I'm so proud of you。Yeah。Good job。